I'm from Palestine. I'm from Japan, but born in Japan. No, I'm from. 他们认为这个鸟居是这个神明降临的一个栖息之地啊。来到日本古都京都的第2天，这座保存着日本千年记忆的古都到底有什么魅力？我走进八坂神社，登上清水寺，原以为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历史之旅，却没想到旅途中意外遇见了日本3大祭之一紫园祭。如果你也有来日本旅行的计划，也许这一集影片能带给你一些关于京都旅行的灵感。昨天在京都的夜色中慢慢散步，直到很晚才回到酒店，睡了一觉，迎来了在京都的第2个早晨。今天没有特别赶行程，先在酒店餐厅吃一顿简单的日式早餐，再慢慢出发前往京都最具代表性的2处古迹——八坂神社和清水寺。有果汁儿，有咖啡面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像是鱼糕或者是那个豆干。鱼肉，煎的鱼肉，炸土豆，肉丸子，还有一点这种紫色的、黄色的，是酸菜、咸菜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一点沙拉。这个酒店的餐厅像是学校食堂一样，人挺多的。看那里太冷，换了个位置。煎鱼片不错，新鲜的。这个像是海带丝的，它就是咸甜的，挺油润的。这个黄色的不错，它是那种非常爽脆的，一个酸甜的一个咸菜。这个像是蛋饼一卷一卷的蛋饼，咸甜的口味。这份酒店的早餐吃下来，我发现这些菜不少的都是又咸又甜的。难道是日本人比较喜欢吃甜？据说日本料理很喜欢在甜味里加入一点甜味，形成甜咸的平衡。吃过早餐，我们开始第2天的京都之旅。这是我第一次坐日本的公交车，它上车是不用刷卡的，等下车的时候才刷卡。写着大人230日元，小孩120日元。看到这里有一个叫汉字博物馆图书馆。说来特别巧啊，现在是7月13号，那么在7月14到7月16呢，就是这个支援祭啊。支援祭是日本3大祭之一，是为了防疫祈福的。我们看明天就开始了，所以我本来想明天就离开了，但是看一看它的这个。眼前的八坂神社是京都最重要也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神社之一，已经贴了支援祭的一个横幅了。接下来的这个几天将是京都市1年里最热闹、最隆重的一个月份啊，因为将举办的支援祭可以说在整个日本都鼎鼎有名。这是正门，我看日本的游客到这都要稍微的点头鞠躬。进了正门，像八坂神社呢，主要参观点是包括这个正门西楼门，第2个就是武殿，第3个是本殿参拜主殿，里面这个供奉着这个神。在正门进来，这里有一个御手池，在这里可以洗手净身，主殿祈福。
八坂神社是京都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。这座始建于公元656年的古老神社，它不仅是京都最重要的神社之一，也是日本著名的紫元祭发源地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京都人在这里祈求平安、健康和丰收。而今天，它也成为了京都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象征之一。每年7月，持续1个月的紫元祭都会以这里为中心举行。神明之德高大，满于四方。奉纳，这里有一些牌坊，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字，叫奉献。你看紫元祭，郭巨山。哦，你看上面这个图画写的就是古代的时候紫元祭的一个画面啊。从侧边上来呢，那里挂满白色灯笼的就是武殿。纳扎所可以理解为神社的服务窗口，游客可以在这里领取玉手、玉神签、玉珠印等祈福用品，也是参拜后最常停留的地方。这神马社，眼前的就是八坂神社著名的武殿。每年紫元祭期间，这里都会举行神事和传统表演。四周悬挂的白色灯笼，大多是由京都当地商家和信众奉献。灯笼上写着奉献者的名字，象征对神明的敬意，也祈求平安与兴旺。太热了，又晒又热了啊！我们能看到啊，这个上面写着武殿2字。据说这是由商家或企业主奉纳的灯笼，到了夜晚，数百盏灯笼同时点亮，成为京都最具代表性的夜景之一。稻荷社。
160亿元买一瓶水。哦，这些乌鸦还挺大的。Hi. So, can I ask where are you from? I'm from Palestine. I'm from Japan, but born in Japan. No, I'm from Russia. No, I'm from Japan, but my parents are Russian. 可能是看我一直拿着相机，这2名女孩主动问我能不能帮她们拍几张照片，于是就有了这些图片。走在京都的街头，经常能看到穿着和服的人们，但是和服在日本已经很少作为日常穿着，更多会出现在节庆、成人礼、毕业典礼，或像京都这样充满历史氛围的城市。和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，经过平安时代、江户时代不断演进，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。嘟嘟嘟嘟。这个门呢，就是八坂神社的鸟居啊。鸟居呢，通常是这个神社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啊。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日本民族是对鸟类非常崇拜的。他们认为这个鸟居是这个神明降临的一个栖息之地啊。通常呢，这个鸟居就意味着从这个神界进入人间的一个分界门啊。所以呢，通常人们走的时候是走在鸟居的侧边的，因为这个正中央是神明走的一个路。通常呢，这个鸟居前面还设有这个洗手池啊，包括进出这个鸟居都要鞠躬敬意。京都有一个鸟居是非常有名的，叫千本鸟居啊。可以说每个神社前都有一个鸟居，有的是用木造的，有的是用石头啊、铜啊、混凝土都有。这个就是八坂神社的本殿。八坂神社的本殿是整座八坂神社最重要的建筑，现存建筑建于1654年，由江户幕府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下令重建。现已被列为日本的国宝，它最大的特色是将本殿与拜殿连为一体。自古以来，京都民众都会来这里祈求平安、健康、消灾避恶。二除众。袋に限りがありまして、そのままのお渡しでも大丈夫ですか？恐れ入ります。游览出来发现这聚集了好多摄影机呀、太巧了，就我也不是专门赶着京都最大的这个
祭祀节日来的，就刚好就遇上了。哇，这店铺散发着食物的香气。看，电视台的报道2个字。第一次来日本京都就遇到了它这里每年最隆重的祭祀活动。这个叫草鞋吧。写着“御供”2字。这2名小孩，涂成了白面，像双胞胎。你看，骑着马的小孩。这车辆都要给游行队伍让行，你看后面堵了多少的车辆，都是去八坂神社呀。我们逛完这了，去看点别的地方。这是目前看过的最大的鸟居，它是一个石造的。通常呢都有2根柱子，然后顶上有1根横梁，有一些还有2根横梁，比如说像这个第1根横梁呢是有一点弯曲的，第2根就是平直的。这是刚才街上那批骏马。刚才的队伍啊，现在进入了八坂神社的正殿里面。里面演奏起了音乐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下がりください。お下がりください。里面好像在进行一些庄严的仪式。此刻的话，在等里面的人进行仪式后出来吧。围观的人在36、37度的太阳下暴晒，我感觉我后背的汗水像雨一样流啊，我就流了很多的汗。我投了2次进去了，它都给我吐出来，因为里面已经没有水了。我刚才在那里站了有10多分钟吧，我这个衣服全湿透了。很多人在等里面的这些人出来啊，但是哇，那个酷热难耐啊，简直是折磨。里面人挺多的，所以里面的这个贩卖机啊，
全部没水了。现在特别渴。越南的人力三轮车通常是一些40-50岁、50-60岁的一些阿叔阿公啊，像日本的人力三轮车就主要是年轻小伙子，身强力壮的，这个肌肉发达。终于找到了，闭以后它那些就亮灯了，来一瓶补水的也没了，售空了。哦，这个也没水了，休息一下。这个早上自助餐的海苔没吃，日本人啊，他就把这个丢到饭碗里面呀。2年坂，离开八坂神社，一路步行前往清水寺，就会经过京都著名的2年坂和3年坂。道路两旁保留着传统町家茶屋和老铺，完整展现了京都古街的风貌，也成为最能代表京都历史与文化的街区之一。这附近就是1年坂、2年坂。这些街道呢都很有这个古风的味道啊。高台寺。再过几天这个紫元祭的一个盛况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看这个车的话有几层，3层。石板路。高台寺。灵山观世音菩萨。
300日元。现在走的是从八坂神社通往清水寺的一个路上，一条著名的街道叫3年坂，还有2年坂、1年坂。这些街道呢，充满了京都味道啊。在1年坂和2年坂，我们能看到的木造町家呢和传统店铺，大多保留着江户至明治时期的风貌。所谓町家，就是京都传统的木造民居，也是过去商人和手工业者生活经营的地方。他们通常前面开店，后面住人，既是住宅也是商铺。从八坂神社通往清水寺会走过这个1年坂、2年坂、3年坂，这也是经典的游览线路。我们是从高台寺走过来的，往回看也是风景，有没有一点那种老电影的氛围感？这里面坐满了顾客，卖的是这什么呢？像冰淇淋，又像这个冰糖葫芦，它是各种口味的团子啊，焙茶团子。这个样子的铜锣烧还是地质件。3坂社往这个清水寺继续走呢，就到2坂社。这些人力车夫虽然很辛苦啊，但是因为这里是日本啊，他的收入应该还不错。这是旅游买伴手礼的一个地方，各种梅子。这些街道啊，大家也能想象得到啊，就是一些店铺，然后它有一些这种古色古香的，稍微体现古京都文化的一些房屋吧。但是我相信很多也是刚修的，现代修的。这些小巷子可以说是错落有致。紫园记，明天我们就能看到。已经走过了2年坂了，现在就到3年坂了。3年坂呢，就快到清水寺了。往左边走就是清水寺了，这个是一个十字路口啊，人很多。你看现在是这个周日啊，但是到处是中文，说中文的人。京都限定卖抹茶蛋糕的，好像是。
想看看两边街道的个样子还不太容易啊，因为有时候人太多了都挡住了。有抹茶味的，好像是540日元吧。里面像是抹茶冰淇淋的感觉。这个抹茶冰淇淋甜味很淡，几乎没有甜味儿，不是很喜欢。这个抹茶带点苦味儿，吃不惯。这个东西又贵，我觉得也不好吃。芥末花生豆，500日元。哇，那个见面是人不多。700日元一份的刨冰，这刨冰还可以自助加这些各种的哈。这可以试吃，这种就是糯糯的，然后软软的。这双是抹茶，我喝起来像绿茶的味道。这就到清水寺了。从八坂神社走1年坂、2年坂、3年坂，然后就来到了这个清水寺。清水寺是来京都的游客都会打卡的地方，它是京都最著名的地标之一，也是这座城市历史最悠久、最具代表性的寺院。它始建于公元778年，比京都成为日本首都还要早10几年。寺中的清水就是来自山间流淌至今的阴雨瀑布。千百年来，人们来到这里不只是欣赏风景，更是为了参拜观音，祈求平安、健康与幸福。过去的1000多年里，清水寺历经战乱和火灾，多次重建。如今看到的大部分建筑都已有近400年的历史。1994年，它作为古都京都的文化财之一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也成为京都最重要的文化象征之一。清水寺这个地方挺好啊，在山坡上的，可以俯瞰京都市的一个城市全景。那个是京都塔，这个京都的地标是红白相间的一个塔。这块石碑写着好像观音，都是几条龙交缠在一起了。祥云，对，我看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太热了。这是三重塔，这是重要文化财产西门。西门这里还可以俯瞰京都全景啊！京都。京都啊，四面环山。我们看这个京都塔的话，就鹤立鸡群，高楼基本上也就10几层，很少有20多层的，大部分是这种10层以下的这个楼房，所以它的城市天际线就看上去就没有那种高低错落感了，它显得还蛮柔和的感觉。
雕梁画栋。在西门背后就是比较著名的三重塔。在三重塔后面就是主殿，主殿呢是要买票才能进去的，还是别有洞天的，值得参观一下。在这买票500日元。咱们看到这个清水寺，它的一个票上就是三重塔，还有这一个建在悬崖上的起的一个主殿。京都的清水寺呢和大阪的大阪城一样，也是世界遗产。然后呢，它现在是整个日本最重要以及最著名的这个古刹之一啊，被誉为是日本人一生至少要来一次的圣地。最主要的观赏点是，它是一个建在悬崖上的巨大木造观景台啊，高13米，由139根原木支撑，没有使用一根铁钉。首先进来就是走这样一个廊道，上面有一些这个祈愿的条子，然后就到这个朝仓堂、清水寺本堂。本堂舞台国宝清水寺，依靠着青山，面朝一片开阔的山谷平坝，那里就是京都的城市全景。